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是川普乱搞了这么久的时间，美国终于是看不下去了。现在人心思变哦，输不起，川普自己输不起这个选举不公哦。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做解读，到底怎么一回事？美国的内部火线话题3个，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川普执政了将近1年的时间，美国的民意现在大转向，民主党在这个时候翻盘了，尤其最新的一个选举红州已经变天了，这是川普的政策失灵吗？那么同样的，川普痛骂民主党是神风特工队正在毁灭美国，就算是这样骂，也救不了自己的选情了吗？美国人终于受够这一位自封为国王的川普了吗？另外，今天会来特别做关注的是纽约这位最年轻的市长，他的照片在 CG 的最旁边34岁而已的，他是曼达尼逆袭成功，他是一位穆斯林青年，凭什么这回让川普感到害怕，甚至气到发抖呢？他痛批这是共产主义经济噩梦的崛起。最后一个今天要来做关心的是，针对于川普的关税案是否违法，最高法院已经开审了对等关税案。现在大家都不支持川普，甚至是连保守派的法官都质疑川普有越权。如果败诉的话，川普还撑得住吗？他会不会为了其中选举吞下有关于关税的这一股傲气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持续做关注。好，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美国川普很喜欢一直称自己是国王，但是这一下真的是糗了，因为时间在4号4场的选举，民主党大胜，包括拿下1市长2个州，连红州今天是在维吉尼亚州都确定翻盘了。川普说呢，专家说呢，这是川普提前跛脚的一个警讯，也是象征民主党从谷底翻身。最新有一个这个智库，美国智库做了一个为什么民主党翻身的一个重要关键，包括美国经济一团乱，让民意转向之外，还有就是53%的美国人倾向和中国合作，而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正好是民主党正在打的。面对这样的败局，川普可气炸了，于是呢，他就在他的社群上面发文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不检讨自己，他大喊要修正选举改革法案、选民身份识别法案，并且取消邮寄选票，还说自己不在选票上面，以及破纪录的政府关门达到36天，都是共和党败选的重要原因。CNN 这样做了一个分析，他说民主党大胜也代表民众对于川普执政的不满，未来美国的分裂，他很忧心堪比内战。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是川普上任后第1次的选举，民主党全面大胜，最大原因会是川普本人吗？他自夸创造了投资，还拿了这些关税，让中国还重启不管是大豆的采购、农产品，为何选民至今仍不愿意买单？委员怎么看？选举的规律有时候不完全跟这些外在环境有关系我觉得媒体有点的夸大。但是当然，对共和党来讲，他满怀希望，有很多的挫折。纽约市长的选举，共和党要赢如登天的困难这一次并不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在选是民主党跟民主党没有提名的库莫在选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真相所以只是说，因为选出来这个市长，他们是特殊的背景，是川普最不喜欢的背景。对。而另外一个也是民主党的脱党参选的库莫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所以川普才会说是共产主义。不过因为那个在纽约市比较特殊，纽约市是一个美国这个外来的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什么印度人什么那个犹太人反正那个 Anglo-Saxon 很多节目都喜欢讲昂萨，纽约市几乎没有昂萨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所以纽约市基本上都是民主党在执政的多也是最容易选上黑人、犹太人、印度人当市长的地方这是一个纽约市的特性。所以你纽约市输了就是一个立场的，因为以前人选的不会跟他挑战这什么福利法案等等这个人会所以我觉得川普未来就会冻结或者删除掉给纽约市的补助大家自己再斗一斗吧。美国一天不斗皮会痒嘛。那再来 Virginia， 大家说是红州，不对，它是摇摆州摇摆标准摇摆州，一下是共和党，一下是民主党。但这一次他们认为共和党是有机会的，没想到选了州长也输，副州长也输，一大堆官员都输了这个就是真的输了照道理你光一个州长，其他的有时候会平衡各一半一半，它不是，因为每一次选举是好几个嘛，什么州检察长一大堆的。
这也是共和党全输。那这个样子啊，就跟川普有关系了。那纽泽西输没什么意外，纽泽西本来是民主党的天下有点像台南市安什么安西区还是什么西区那标选举票开出来，国民党想赢如登天的困难，跟台北市的文山区民进党想赢是登天的困难一样的道理选民结果决定了，所以没有想象中民主党那个什么大赢那有没有赢的川普？当然有啊，联邦政府关门啊，他又说不清楚到底该归谁啊。他现在想要推给这个民主党的那个非法移民的健保的关系，可是都已经被掩盖在其他议题里面啦。而且非法移民对这几个州是没有什么太大感觉非法移民反而是在其他州影响比较大那没关系啊，他最重要就是他关税打得乱七八糟。他的非法移民看起来也是可能也会兵败如山倒这两个是川普选上总统最重要的理由。那他答应选民，我只要弄了关税，所有产业都会回美国了，就只有一个台积电，其他没了所以台湾人比较好欺负那你其他的也不是因为曼达里的背景什么东西啦都不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主要的是一招，他说房租不准涨价，纽约市自有房子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租房子的，可是你冻结了以后，接下来房东不再盖房子，不再出租，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好，那我们持续关心这位被川普现在视为眼中钉的，刚刚我们提到的，纽约的最新的这个准市长，他是最年轻的一个纽约市长他叫曼达尼，34岁。川普在选前就已经非常的关注他，公开呼吁说不要投给他，如果你投给他的话，我就会撤回数十亿美元的补助。那他的背景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非洲的乌干达裔，那么父母都是印度裔学者，7岁他就移民到美国了，太太是叙利亚籍，信仰伊斯兰教，那么他的立场也是跟川普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是极左派，他说要主张向富人征税冻结，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冻结房租，这是纽约人很在意的并且扩大社福最低时薪30美元。简直就是跟川普完全是相反的，并且他这次是透过 TikTok、IG 等等获得影响力，也获得了不管是纽约的年轻人、移民或者是中产阶级的支持。CNN 形容他是川普最怕的未来世代，他选后也呛川普说 "Turn the volume on"， 那么川普气的骂他是共产主义经济噩梦。赖老师怎么看？他是反川普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很鲜明也很活跃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演讲他的煽动性极强他的推动力、爆发力极大。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民主党的，而且是在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城市纽约市在这个地方来当市长，那是反川普的一个健将。你想他在整个媒体的分量，有了这样的一个市长的宝座，他的分量当然又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个跟候选人就不一样他是现任的市长，然后他每天来挑战你这个川普，而他在民主党内，因为他的身份，他不可能选总统嘛，除非他们在修改宪法说不用在美国出生的可以选总统，那马斯克也有机会了但只要没有修改宪法，他是不能选总统的那这样的一位不能选总统的纽约市的市长，他每天如果叫板川普，而且他的攻击力道很强的话，这个对川普来讲不是一件舒服的一件事情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的，因为纽约市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城市，纽约是不能代表美国其实就好像巴黎不能代表法国一样因为他们是一个多元的、容纳力强的、创新的、前卫的引领很多，它不只是引领美国，它是引领世界这个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在这样的一个重要城市里面，选出一个很有特殊特质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意外。但是问题是在于，他的政治指标很明显的就是反川普，对抗川普。那川普把他认为他是左翼、极左翼、社会主义、小共产主义者所以所有的这些，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甚至直接介入了这个纽约市市长的选举。他说共和党的不要投给他，免得浪费选票。你把票给这个同党竞争
然后在第一轮输的，然后脱党出来以这个独立参选人参选，他说你把票给他，而且还采用他介入阿根廷总统选举有效的手段，威胁纽约人，如果你把票给这个曼达尼的话，你将拿不到我们数亿美元的补贴等等的。但是威胁无效，这代表什么？代表纽约人对于川普的政策基本上是反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好，一方面我们是关注这位新崛起的新秀，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持续的关心是说，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战，他会不会因为现在呢他的民调比较低，而未来做一个收手呢？因为这个他的关税战到底有没有违法？目前呢是在最高法院5号开庭审理了对等的关税案，那么包括了不管是自由保守两派都罕见的一致质疑关税是属于国会的权限，认为川普已经有越权了。那么首席大法官也说呢，税收是国会的核心权利。川普则是回呛这个关税战是国家的生死战啊。财长贝森特也说，就算违法，好没关系，我们也会找其他的法律来继续的征收关税。再加上政府关门进入36天，党内民怨沸腾，支持率在关于川普的持续下探。恐怕都会持续的重挫2026年的期中选举，川普有可能会为此来收回他的关税对等政策吗？如果法院判他败诉的话，厉将军怎么看？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司法、这个行政跟立法三权鼎立的一个国家。那关税来讲，合理来讲应该是属于国会的权责，但是这个美国在1977年的时候，为了说是让总统如果有特殊状况的话。让总统可以特别这个行使的特别法案所以他通过一个法律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授给总统有这个权利来这个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但是没想到川普滥用这个权利。那试问一下，他在4月1号所谓发布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那时候国际有没有到达紧急状况？我认为根本就是没有嘛。我相信全美国的老百姓也不认为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是处于一个紧急的状态，所以很明显的他是滥权违法可是按照川普的个性来讲的话，就算是这个全国都反对，就算是法院判决之后他败诉之后，我相信依照川普的个性，因为这个贝森特也已经讲了，他会援引其他的法案继续来实施他的对等关税对。但是原来他的初衷是这个希望将借着这个关税，将全世界所有的制造业再拉回美国来，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实施了半年以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不但没有将制造业拉回美国，而且造成美国经济的一个失衡。因为有很多企业主他会认为说，是我如果在美国投资这个设厂来讲的话，那可不可以这个赚到钱第一个，我工资本来就比较贵；第二个来讲，我的供应链还是要靠国外进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企业来讲并没有在这边投资设厂，而且你要建立一个工厂，不是1天2天就可以完成的。那如果说是3年之后，你川普不再当总统的话，那我这个厂是不是白投资了？所以造成美国经济的失衡。但是这个未见其利，先蒙其害那让美国的老百姓现在所感受到的就是通货膨胀这个怪兽已经在开始在爆发了虽然说目前 CPI 指数大概2.4，可是核心的 CPI 指数已经到达3.0，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也感受到这种。那除了关税之外，我现在不管是移民政策或者是它的所谓国际之间的那种外交处境来讲的话，都让美国老百姓不能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次选举他会大败的原因。是，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